陆维清是沙一村书记，在这里养甲鱼已有15年。呢啲就係我哋水魚場嘅水魚蛋。如果大嘅蛋咧，同埋受到精嘅蛋咧，全部可以攞去做孵水魚苗嘅。咁剩翻嗰啲細隻㗎，唔受精嗰啲咧，其實仲可以攞嚟做菜嘅，可以攞嚟食嘅，好正㗎。蒜末爆香，放入甲鱼卵，适当调味儿，倒进啤酒增香去腥，焖煮8分钟左右，大火收汁起锅。蒜蓉甲鱼卵，酒味与蛋香共冶一炉。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吃法，彰显岭南气概。八角、桂皮用油爆香，再放进白酒组成料头。甲鱼卵小火焖煮3分钟左右起锅。此时蛋白处于生熟之间，尚未凝固。取一枚，剥开小口，大力啜吸。果冻似的蛋液一口入喉，齿颊生香，令人神往。物尽其用，不合格的卵上了餐桌，贡献了甲鱼生命最初形态的价值；而合格的卵孕育出甲鱼苗，半个月后开始在大池塘中迎接新生活。依家咧，我哋就撈嗰啲苗出嚟。1筐10斤，660個。我哋呢個養殖場每年孵化嗰個苗嘅數量咧，大概係500萬隻，自己留翻100萬苗養，另外嗰400萬苗咧就分俾其他養殖場養。陆维清养的甲鱼也叫中华鳖，自古便是岭南食单上的常客，喜欢日晒，害怕水温突变。肠胃病是甲鱼的常见病，陆维清呵护甲鱼身体健康的方法是中藥调理。護肝啦、補肝啦、促進嘅消化啦，仲有一個就係消炎啊、醫病嘅作用都有嘅，有20幾種藥材一齊嘅。呢啲係啱煲好嘅中藥，撈飼料餵俾水魚仔食嘅。就係將啲打出嚟嘅料然後放落啲釘子板嗰度，然後啲水魚咧佢就自動會過嚟食㗎啦。每日投餵2次。老广创业10之8九会想到美食。陆维清曾在外企工作，因出差认识一位朋友，在其传授下尝试养殖甲鱼。对于老广而言，信天信地不如信人。从此，陆维清成了每天例行巡塘的养殖户。呢隻魚咧，好大個可能咧就係俾其他魚咬傷咗，恢復唔到個傷口咧，咁就導致死亡嘅。例行體檢是必須的。嗱，佢如果開口咬人嘅，哇，咁就證明佢活力好呢隻苗就健康啦。咁仲有一個咧，就要睇佢個苗嗰個厚度，即係如果佢個背比較厚嘅咧，證明佢食料食得好。安全措施也是必須的。呢啲就係瓷片，主要就係防止嗰啲甲魚逃跑嘅。下邊嗰啲咧就係電線嚟嘅。晚上嘅時候咧，啲老鼠咧爬入去魚塘嗰度去偷食嗰啲水魚仔嘅。只要佢經過嗰啲電線咧，就會電到嗰隻老鼠噶啦。咁主要就係減少嗰個天敵。不封膜不成活。10多年，陆维清巡诊问药、救治甲鱼，成了本土本乡著名的赤脚医生。整个沙浦镇目前有106户养殖甲鱼1000多亩。梁家里是点一村的村委书记，看到养甲鱼收入见丰，
于是今年2月也加入了养殖甲鱼的大军。嗱，你依家啲舊料呢，離水面太上啦，你嗰啲苗過嚟食料就要爬上嚟，雀仔啦、老鼠啦，都會對你啲苗造成傷害嘅。萧萧遠樹流林外，一半秋山帶夕陽。秋收冬藏，春節臨近。陆維清的養殖場被來往貨車的隆隆聲和工人們的嘈雜聲打破寂靜。集中賣甲魚的時間到了。我哋啲水魚呢，一般都係養16個月，可以養到1斤半左右。主要就係銷往湖南同埋湖北，集中每年嘅11月份同埋12月份去賣嘅。摸甲魚是個技術活兒，一個摸字生動形象。好容易啫，嗱，就咁啊，伸去嗱，會啲泥咁啊嗱。咁咪又有咯，用手嚟摸嘛。你不好摸啦，一個手一大啲係有5斤重啊。我哋今日2個塘加埋超10萬斤魚，基本上每年產量都可以達到100萬斤以上。而家喺度分緊規格啦，7到8兩嗰啲啦，招去四川同埋重慶做嘅麻辣小魚啦。1年多的辛苦換來豐碩的成果，陸維清的甲魚坐上汽車，前往全國各地。接受不同地域的料理手法，但作為老廣，處理甲魚自有心得。甲魚與雞搭配向來是老廣的首選，食材新鮮，就有了拿清水做湯底的勇氣。紅棗、枸杞、圓肉，外加幾根5指毛桃，煮開倒入甲魚和雞肉，水滾即可大快朵頤。此時的甲魚肉最為鮮嫩，點上醬料，這就是老廣追求的鮮甜。清淡是外界對老廣的誤解，清與重，濃與淡。老廣的料理之道向來南北交融，從不固步自封。紅燒甲魚便是一道追求濃烈口感的美饌。甲魚用各種調料醃製2-3分鐘，鍋內料頭爆香，入鍋大火翻炒，用熱油鎖住肉汁，再加入廣式燒肉，使其味道醇厚，料酒去腥提鮮，加少量清水燜煮5分鐘，猛火收汁，肉質嫩滑軟爛。甲魚裙邊透明軟糯，富有彈性，湯汁濃稠，但不掩蓋食材本味，這就是嶺南的紅燒。各位起筷啦喂！今年嚟辛苦晒大家啦，大家乾杯啦好冇？好。